各位福满生活的家人朋友，请您先停下手边的事，无论您在准备晚餐还是核对账单，都请坐稳静心，听李美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关乎您每月能否准时拿到养老钱，关乎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尊严。您或许觉得退休金领了多年，能有什么问题？但过去顺利不代表未来无忧，政策在调整，核查机制日益精密。如果您属于接下来要详谈的4类人，从2026年起，您的退休金可能面临暂停发放，甚至需退还移领款项，涉及相应责任，这绝非危言耸听。为了您和身边的亲友，请耐心看完，也请订阅福满生活频道，打开小铃铛，及时获取对长辈真正有用的保障资讯。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题。说实话，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美惠的心情挺沉重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后台收到太多长辈的私信，字里行间满是焦虑和不安。有人听说相关部门要调整规则了，有人传言某某补助要减少了，还有人紧张地问美惠啊，我邻居王伯伯的退休金这个月突然没到账，打电话去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我们这些老伙伴听了心里都直发毛，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这种担心美惠太懂了。对咱们这些走过大半辈子已经退休或正要退休的人来说，每个月汇进户头的那笔钱，它不只是钱，它是底气，是安心，是年轻时早出晚归，一身汗一身泪换来的承诺。有了它，咱们才敢慢慢逛市场，买点喜欢的菜，才敢在孙子孙女来时塞个红包，才敢每个月按时去医院拿那不能断的慢性病药。要是这根生活的支柱突然断了，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一想到这，任谁晚上都要睡不着觉。正因为明白这件事有多要紧，美惠花了大功夫查资料、问专家、整理真实案例，就是为了今天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跟大家讲透彻。我们要一起弄懂，到底哪4种人最容易在退休金发放上遇到问题，为什么会遇到，以及最重要的是，万一碰到了，咱们该怎么妥善地解决，稳稳地保护好自己的权益。请您放心，今天不讲那些绕来绕去的专业术语，咱们就用最贴近生活的大白话，把这件事说明白。在详细说这4类人之前，美惠必须先帮大家打破一个最近传得很凶的谣言，好多长辈都被他吓得不轻。后台私信里10个有8个都在问美惠，我听说现在领退休金，每年都要用手机刷脸，做什么生存认证，不会弄的话就不发钱了，是真的吗？我这老手机都用不利索，这不是要我们老人的命吗？听到大家这么惶恐，美惠真是又心疼又着急。今天我要在这里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福满生活的每一位家人，请您放120个心，在咱们这里，只要您本人正常居住在本地，户籍没有因为其他原因变动过，您完全不需要每年搞什么手机刷脸、摇头眨眼这些操作。我们的相关系统没那么不近人情，户籍单位的资料和社保部门的电脑是保持联动的，系统只要查得到您正常的户籍记录，就会进行确认，然后该发的钱一分不少，准时汇进您的账户。所以那些要您下载不明 APP 对着镜头做动作的讯息，通通都是假的，千万别上当，别自己吓自己。但是美惠也得给大家提个醒，敲个小警钟。虽然不用年年认证，可这不代表咱们就能完全松懈，躺着领钱就行。相关的电脑系统很完善，它就像一个尽责的守门员，会持续的进行数据比对，专门关注4种比较特殊的状况。一旦它发现您符合其中任何一种，发放流程就可能受到影响。咱们接下来就一种一种仔仔细细的看。第1类人，也是最近几年特别容易遇到问题的一群，就是因为长期住在境外，导致户籍被依法迁出的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长辈退休后想开阔眼界，或是去境外帮儿女带带孙辈，享受天伦之乐。这本来是福气，是好事，但美会必须把重要的话说在前头。如果您打算出境常住，尤其是超过2年，这件事您一定要记在脑子里。根据户籍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果您离开本地超过2年，而且这2年间没有持有效证件入境回来的记录，那么户籍管理部门的电脑系统就会根据规则将您的户籍状态进行变更，户籍状态一变，问题就可能出现。社保部门的系统一跟户籍系统比对名单，发现异常，为了防止出现冒领等情况，系统的标准处理程序可能就是先暂停发放，把问题核实清楚再说。美惠身边就有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跟咱们频道很熟的陈伯伯，退休后去美国女儿家住，一住就是3年多。前阵子特殊时期，机票又贵又难买，他年纪大也经不起折腾，就一直没回来。结果有天他女儿帮他查账，发现连续好几个月退休金都没进账，老人家急得血压升高，以为自己的钱出了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出境超过2年，户籍状态变更，系统核查时出现了异常，所以钱才停了。那如果人真的在境外，一时回不来，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非得花大钱买张机票飞回来？别担心，办法是有的，而且相关部门也考虑到了这点。您只需要在境外到离您最近的相关办事机构，申请一份叫做文书验证的正式文件。这份文件的目的就是向社保部门证明我还健在，人在境外。您填好申请表，经过相关机构验证后，寄回本地的社保部门。社保部门一收到这份有效的证明，确认您平安无事，就会立刻恢复发放。最重要的是，之前因为信息核对而暂停发放的那几个月的钱，也会一并补发给您，不会让您受损失。所以，计划长居海外的长辈，务必记住2年期限和文书验证这2个关键词，别让自己的养老金在境外断了线。接着，咱们要谈第2种情况，说起来有点让人心酸，但在现在的环境下确实不少见。那就是名下背负了沉重债务，导致银行账户被相关机构依法冻结的人。有些长辈可能早年做生意失败，欠了债，或者是好心帮人做保，结果对方出了问题，债务落到自己头上，债权人为了追索债务，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将您名下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每个月就指望那笔退休金到账，好去付房租、买菜、拿药。钱刚汇进账户的短信一响，您还没走到提款机前，紧接着又来一条短信，通知您账户里的钱已被依法划扣，余额瞬间归零。那种无助感真的能把人逼到墙角，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但是美惠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重要信息，一个法律给予退休人员的保障措施，您一定要听好，记牢。如果您有债务问题，千万不要再使用一般的银行账户来领退休金了。因为普通账户没有特别保护，资金进入就可能被依法处理。您现在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去一趟社保部门，申请一份开立专户的证明文件。拿着这份证明，您再去指定的承办银行，跟柜员说我要开一个社会保险专户。请您注意，这个专户和您一般的存折、银行卡账户完全不同，它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专用账户。只要是您的退休金、养老金存入这个专户，相关机构的执行命令、银行的扣款都无法动用里面的资金。这是为了保障每一位退休老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益而设立的保护措施。不管您外面欠多少钱，这个专户里的养老钱依法受到保护。美惠见过太多长辈，因为不了解这个政策，白白损失了好多年的生活费，日子过得艰难。其实只要去相关机构办妥这个手续，生活马上就能回归正轨。
如果您身边有正为债务所困的老朋友，请务必把这个方法告诉他，这真的是雪中送炭。说完了债务这个话题，咱们来看第三类人。这类情况的逻辑比较细致，主要针对领取国民年金或是相关补助的长辈。核心问题在于，您可能已经不符合当初领取这笔钱的资格了。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补助是设有门槛的，讲究针对性，并且有严格的审核标准。相关资金来自全民，必须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举个例子，国民年金里有一笔补助，是设计给那些年轻时有困难的弱势长辈一个基本保障。但是，如果您的经济状况突然大大改善了，比如老家一块闲置的土地突然被征用，您获得了一笔补偿金，或者子女赠予了一处价值较高的房产在您名下，那么每年在进行相关资产审核时，系统就会发现您名下的资产总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了能够请领补助的标准线。这时候系统就会判定情况变化，很抱歉，下个月起那笔补助就会停止发放。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但必须提醒的情况，就是如果长辈因为触犯法律正在服刑期间，基本生活是由相关部门负责保障的。那么像部分纯粹的社会福利津贴，按照社会公平原则，通常就必须暂停发放。不过这里美会要特别帮大家画一个重点，福利津贴和保险给付是两码事。刚才说会停发的是福利性质的钱，如果您领的是自己年轻时按月缴保费累积下来的养老保险金，那是属于您个人的保险给付，是您的个人权益。在服刑期间，这笔钱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通常还是可以继续领取的，不会受到影响。最怕的就是很多长辈搞不清楚自己领的到底是哪一种钱，如果已经不符合资格却还在领，千万别以为是赚到了。相关的核查系统非常严谨，事后一旦被发现，不但会要求您把多领的钱按规定退还，还可能会从您未来符合资格的其他给付里抵扣。到那时每个月领的钱变少了，生活反而更紧，真是得不偿失。所以家庭资产如果有重大变化，一定要主动去相关单位问清楚，避免产生多领的情况带来不便。最后这第四类人，美会必须板起脸，用最严肃的语气来提醒大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而是触碰到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和严肃的法律规定，那就是家人在长辈过世后没有如实申报，继续冒领退休金的行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面对亲人离世，我们悲痛万分，但作为在世的家人，再忙再乱，也必须依规办事。现实中，有些家属可能是忙于处理后续事宜，一时疏忽忘记去办理户籍注销手续，但也不能否认，有极少数人存着侥幸心理，觉得老人的提款卡和密码在自己手上，钱每月照样进账，能多领一个月是一个月。各位福满生活的家人，这种念头哪怕只是一闪而过，都万万不可。您要明白，这在法律上属于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的户籍、医疗、殡葬等相关系统信息是联动的，医院开出证明或是完成相关登记，信息几乎同步更新。如果系统这边显示人已往生，那边却还在持续拨付款项，这会立刻触发核查。这种行为涉及的是严肃的法律责任，一旦被查实并进入法律程序，后果严重。相关部门不仅会通过合法途径追回被冒领的每一分钱及可能产生的费用，家人更是会名誉扫地，让整个家族蒙羞。为了区区几个月的钱，赌上自己的清白和自由，让过世的亲人也得不到安宁，这笔账怎么算都划不来啊！万一家里有长辈走了，请务必在第一时间办理户籍注销，并主动通知社保部门停止发放该申请的补助，咱们正大光明的去申请，不该拿的钱一分一毫都别碰。
这样我们才能活得心安理得，夜夜好眠。讲完了这4类风险人群，美惠还想再唠叨几句，是一个超级重要的防范欺诈补充提醒。每到年底或是政策有调整动向的时候，正是那些不法分子最活跃的时候，他们专门研究我们长辈的心理，知道我们消息可能没那么灵通，又特别担心退休金出事，还怕麻烦儿女。您可能会在某天下午突然接到自称是社保局专员、医保局稽查科，甚至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口气又急又凶，背景音还有假的键盘声或警笛声。他们会吓唬您，说您的身份证被盗用，涉及经济问题，退休金账户已被冻结，要想解封，必须立刻把账户里所有的钱转到他们指定的安全监管账户，接受调查，否则就要派人来抓您。或者他们会发送带有链接的短信，说您的年金资格需要重新手机认证，诱骗您点进去输入银行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叔叔阿姨、伯伯婶婶，美惠在这里恳请大家把下面这句话当成家训记牢：凡是电话里提到钱，要您汇款，要您操作 ATM， 要您报出银行密码或手机验证码的，100%是欺诈，没有例外。请您相信，真正的政府部门如果要通知您退休金出了问题，他们绝对不会用电话要求转账或索要密码，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寄送盖有官方印章的纸本挂号信到您的户籍地址。如果接到那种吓人的电话，哪怕您心跳加速，也请先深呼吸，什么都别说，直接挂断电话。挂断后打个电话给儿女问一声，或者直接拨打反诈专线求证。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慌慌张张的处理，您一个人的判断可能抵不过欺诈分子一整组人精心设计的话术。那短短6位数的验证码一给出去，您一辈子的积蓄可能在几分钟内就被转走，到时候真的后悔莫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求的就是一个平安稳当，这笔退休金是咱们晚年生活的保障，是尊严的来源。了解规则，避开陷阱，不仅是为自己负责，也是让咱们辛苦一生的晚年能过得有质量、有笑容。今天美惠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给大家添堵，而是真心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心里有底，眼里有光，不要因为不懂而吃亏，也不要因为疏忽而遇到麻烦。最近天气真的变冷了，早晚温差特别大，大家出门散步、买菜、办事，一定要穿够衣服，戴好帽子和围巾，保暖最重要。路上如果湿滑，慢慢走，不差那几分钟，平安健康才是享福的本钱。咱们把身体顾好了，领到的退休金才有意义，才能真的用来享受生活。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如果您觉得李美惠今天在福满生活分享的这些话，有1句2句对您有帮助，或者让您搞懂了一个一直以来的疑惑，拜托您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老同事群、社区邻居群里，特别是那些子女在境外或者正在为经济问题烦恼的老朋友，您随手的一个分享，很可能就帮他避开了一个大麻烦，甚至帮助了一个家庭的安宁。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好心有好报，互助才能取暖。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如果您对社会保险专户怎么开还有疑问，或者对自己领的年金种类搞不清楚，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给美惠，只要我看到，一定会尽快回复您。咱们在这个平台上就是一家人，互相学习，互相提醒。感谢您的耐心收看，咱们下期再会。最后，衷心祝愿福满生活的每一位家人身体硬朗，吃得好，睡得香，领钱顺顺利利，日子过得开开心心。